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那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在新的2025年，美国信用卡要如何开户。那哪个信用卡它的开户最简单？那哪个信用卡它的功能最丰富，使用体验最好？那哪个美国信用卡的额度最高？以及哪个美国信用卡权益最好？那本期视频所讲的所有的美国信用卡都是支持中国大陆身份的小伙伴申请的信用卡。那这些信用卡的话，我都有做过视频教程但是之前的教程比较散乱，所以今天就想总结一下，大家可以根据今天的总结选择适合自己的信用卡，然后再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跳转到对应的信用卡申请教程。那首先的话，向大家介绍最容易申请的美国信用卡，就是 Capital One 信用卡。那对于中国大陆身份的小伙伴来说，最容易申请的就是 Capital One 第一资本的信用卡。那根据我的实际经验以及其他小伙伴的分享，那目前如果准备好所有的资料去申请 Capital One 的信用卡，成功率大概是在80%左右，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那但是成功率高并不代表着每次申请都一定能通过。那比如有的小伙伴可能刚准备好资料这种情况下去申请的话第一次可能会失败。那如果失败了也不要担心，3个月后我们可以再次尝试申请。那中国大陆身份的小伙伴申请美国的信用卡，那本来就是一个需要折腾的过程，只要不轻易放弃，多试几次，最终都是会成功的。像我自己申请 Capital One 信用卡的时候，第一次也是失败的，3个月后第二次才成功。那具体的申请方法，大家可以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观看之前的视频教程。今天就不再重复介绍了。那俗话说万事开头难，那只要成功拿下了第一张美国信用卡那么就能慢慢的积累起来美国的信用记录，在卡片使用了3个月或者6个月之后，就可以申请更高阶的福利更好的美国信用卡了。那接下来向大家介绍必须持有的美国信用卡。我觉得所有小伙伴都应该值得持有的信用卡是美国运通的信用卡。那美国运通信用卡的话，我只推荐大家去申请美国运通的绿卡、金卡或者说是白金卡。那这3张卡的话是美国运通最具有代表性的卡，也是我最推荐的美国运通的卡。那首先这3张卡都是签账卡，申请的门槛非常低，只要有3个月的美国信用记录就可以申请。那如果说你已经拿到了上面介绍的 Capital One 的信用卡的话已经出了3期账单的话，那再去申请美国运通的签账卡，基本上成功率是在90%以上的。那其次的话美国运通的这3张卡在全球刷卡都是没有任何手续费，也没有货币转换费的比如说我自己在日本长期刷的最多的卡就是美国运通的这张绿卡，那没有任何费用。而且2024年的话，日元相对于美元大幅贬值，在日本刷美国卡刷卡的时候是日元结算，入账的时候是美元，非常非常的划算。那另外如果我们在中国大陆刷卡的话，美国运通方面也是没有任何费用的。那不过恶心的是，如果我们绑定的是支付宝、微信的话，这些平台可能会收取3%左右的外卡手续费，这个费用的话大家需要提前确认好。另外的话，这3张签账卡都是没有额度限制的。那美国运通会根据你的刷卡行为来判断我们可以用的额度像我刚拿到卡的时候刷1000美元左右就刷不过去了大概在用了2年的时间，现在在美国运通的 APP 上查询，那3万美元的话也是可以轻松刷过的最后的话就是这3张签账卡它的权益非常的多大家可以在官网自行查询像我自己申请的是美国运通的绿卡，它的话在全球的餐饮店消费全部都是3倍的积分交通类的话也是3倍的积分回馈的话是非常的给力的。那美国运通的话，它的积分用途是非常多的，可以直接是1:1的比例转移积分到航空公司，购买机票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也可以去购买礼品卡比如说最近有活动，购买苹果礼品卡可以做到1:1的兑换比例，非常推荐大家。我自己的话就一次性兑换了500美元的苹果礼品卡，体验非常的好。那除了信用卡的权益之外美国运通还有一个其他所有美国银行都没有提供的一个重大的福利在我们持有美国运通信用卡之后，还可以去免费的去申请那美国运通的银行账户，那成功率基本上是100%。那这样的话你就同时拥有了美国的信用卡账户和美国的银行账户。那美国运通的银行账户它刚推出来的时候功能比较单一，那只有 ACH 转账的功能
但是目前是已经开通了电汇转账和 Zelle 转账的功能，基本上是已经是一个完整的美国银行账户了，平时用来收款、炒美股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所以强烈建议想要申请美国信用卡，同时也想拥有美国银行账户的小伙伴去开通一下美国运通的信用卡和银行账户。那接下来的话，向大家介绍额度最高的美国信用卡。那额度最高的美国信用卡的话，首推美国花旗银行的信用卡。那美国花旗批卡之后，它给的初始额度就很高。相比之下，我的 Capital One 的信用卡初始额度是600美元，那美国运通的初始额度是1000美元，摩根大通的初始额度是3000美元，而美国花旗的初始额度是4700美元。那其次的话，美国花旗它的提额是很有规律的，额度也给的很慷慨。我们每使用信用卡半年就可以获得一次提额的机会，那每次提额的额度是30%左右。像我刚开始是4700，后来提额到6000多美元，用了半年我再次提额的话，现在是7000多美元的额度。那如果说想要拥有一张额度比较高的信用卡的话，美国花旗的信用卡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另外，美国花旗它还提供了虚拟信用卡的功能，那我们可以直接在美国花旗的手机银行或者网银直接去生成虚拟信用卡，可以用于任何地方的购买那特别是适合海淘或者说订购 ChatGPT 等网络服务。那美国花旗推荐入门的信用卡就是它的这张 Double Cash 信用卡这张卡的话，它所有的美元消费都是有2倍的积分，那积分的话可以直接去抵扣账单然后这个点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美国花旗信用卡的缺点就是入门级的没有年费的信用卡的话，一般是只能在美国刷，或者说网购的时候刷美元。那如果说要在其他国家刷，或者说用其他的货币付款的话，那么它会有3%左右的货币转换费。这个的话，即使它是双倍积分的话，其实也是覆盖不了刷卡的手续费的，也还是不划算的所以说这张卡的话，尽量是刷美元，或者说在美国地区去使用。那当然如果说我们要申请花旗银行一些比较高端的信用卡，那一般话有年费的信用卡，它基本上都是没有刷卡手续费和货币转换费的这点大家可以考虑一下但是我感觉长期刷的话，它的权益不如美国运通的信用卡。那最后的话，向大家介绍刷卡权益最好的信用卡向大家推荐的就是摩根大通的信用卡。那摩根大通的话是目前全球当之无愧的宇宙行，是全球资产第一的银行，它的信用卡的逼格非常高，各种卡的权益也非常好。那在我心目中摩根大通和美国运通信用卡是2个并列第一的。那我自己目前持有的是这张卡，那这张卡它的特点是有季度的5倍积分，那每个季度的话，它都会针对一些不同类别的消费提供5倍的积分。那比如12月份的是 PayPal 消费可以获得5倍积分，这个积分回馈是非常慷慨的。那此外的话，摩根大通还有很多酒店卡，还有航空公司的联名卡，权益也非常的不错。那比如说它和凯悦酒店合作的信用卡，年费只有95美元，但是持有这张信用卡的话，每年都会获得一次兑换凯悦酒店免费入住的机会。那凯悦酒店它的房价普遍是在200美元以上的，那如果用95美元的年费信用卡去免费入住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划算的。那在今年的话，我也准备去申请一下这张信用卡。那最后的话，向大家介绍一下最适合大多小伙伴使用的美国信用卡。那接下来向大家介绍的最推荐的使用信用卡就是 Capital One 家的信用卡，我觉得它是最适合我们中国大陆小伙伴使用的。那主要是有以下3个原因。首先的话，它是没有年费的，即使是 Capital One 的入门级的信用卡，比如说Quick Silver 卡，它也是完全没有年费的，即使说1年1笔都没有刷，也是没有年费。那其次的话就是没有刷卡手续费，还有货币转换费。那一般美国信用卡在非美国地区刷卡或者刷非美元，都会有这个刷卡手续费，还有货币转换费，大概是4%左右的刷卡成本。但是 Capital One 的信用卡既是最入门的0年费的卡，也完全没有这2个费用，非常适合在非美国地区刷卡。
那其次的话就是提供了一个虚拟信用卡的功能。Capital One 的信用卡支持通过手机 APP 或者网银的插件免费生成无限数量的虚拟信用卡。那这些虚拟信用卡可以用于订阅网络服务，比如说 ChatGPT、Netflix、Spotify 也可以用于网购，比如说亚马逊等平台，非常适合需要虚拟卡功能的小伙伴。最后的话就是 Capital One 信用卡也有非常丰富的积分回馈比如说申请 Capital One 稍微高端一点的信用卡，它就会有双倍的积分，使用积分预订酒店或者机票的时候是可以直接抵扣现金的。以我的实际使用情况为例，那我目前持有的是 Venture 这张卡，那出去玩的时候酒店基本上都是用积分兑换的，完全不用再花1分钱。那如果说开户成功的话，大概会有4万积分的回馈，相当于400美元，也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以上的话就是我向大家分享的关于美国信用卡申请的一些建议，希望能够帮到大家。那申请美国信用卡的话，到底需要什么资料呢？最后我再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问题。那具体申请的资料就是我之前向大家介绍过的美国数字移民4件套。那美国数字移民4件套是我提出的一个概念，它主要是为了方便一些暂时无法去美国，但是又想要体验或者享受美国金融服务的小伙伴。要成为美国的数字移民，一般是需要4个步骤首先是需要购买一张实体的美国手机卡在这里的话，推荐月租3美元的配购紫卡手机卡其次申请一个美国的私人地址，主要是用来接收银行卡或者信用卡的实体卡片第三是申请美国的个人税号 ITN， 只有了 ITN 才可以在线申请美国的银行账户或者信用卡。那最后的话，我们是要有一个美国的独立 IP 用来模拟到美国的环境来申请银行账户或者信用卡。那准备好这些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申请了。那如果大家想要获取这个4件套，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向我咨询我们针对每一项都提供了解决的方案，希望能够帮到大家。那以上的话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觉得视频还不错的话，欢迎点赞分享，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点开小铃铛，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更新的通知啦。那我们下期再见。